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我是一位，我是 Gloria，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叫 Pepper。这期视频名叫《留学生加拿大须知101之保险篇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 Pepper。我现在呢是一个持牌的保险经纪，他们今天邀请我呢，就是想来讲一下关于很多留学生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，特别是关于保险类的。我也是很开心能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都经历过的一些问题。我们打算从衣住行3个方面来谈一下加拿大的保险。第一个是医疗方面。在医疗方面，你有什么要给大家介绍的？在加拿大 BC 省呢，我们有一个基础的公共医疗，名字叫 MSP， 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，能帮助到我们在就医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基本的 coverage。这个公共医疗主要能帮助到的人群，一是留学生，第二个是我们持有工签的人，还有是 PR 持有永久居民身份的人，还有就是我们的当地居民，就是所谓的公民。这个公共医疗它首先不是可以 cover 到所有的东西，也就是说任何你在医院内发生的一些费用，包括说手术啊，然后你去看你的家庭医生这些问诊啊，以及医院内他给你用的这些药，它都是包含在里面的。但是出了医院之后，比如说有些病人他可能做完手术之后，他有一个后续的医药方面的支持，还有恢复的一些药物，还有训练等等之类的，就可能不能在 MSP 的包含范围内了。那像这边做按摩呀、针灸什么这种，对 MSP 都是不包的。对，这些都是不包的。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，建议大家去咨询一些比较专业的，像保险经纪这一方面的，去看一下是不是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，去做一份额外的一份保障。我有一个问题。我在第1年入学的时候，我的同学就一直在问，这个 MSP 是必须交的吗？是强制性必须交，不交不行的吗？对 MSP 的话，它是强制每一个人都需要去申请的，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不愿意去花这个钱，这种情况我会建议大家还是要去做一份这样的保障。一是首先，如果说真的有意外情况发生的话，高昂的医疗费是你并没有办法去预测到的。这个高昂的医疗费不是说几千，可能是上万或者是上10万。这边的医疗费用真的很贵，很贵。对，因为之前有一个朋友半夜就是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，然后救护车就要1000加币，这个费用包在医疗保险里吗？它是包的，但是呢，做救护车的话，它不是免费，哪怕你有了 MSP 的保险，但是呢，它的数额会非常非常的小。据我所知，前2年是做一趟是80刀，就不会是1000。对，是的。那像我之前是出了国之后有 MSP，但是我中途回国了1年，这个 MSP 是可以取消，就是暂停的吗？对。这是需要你手动打电话告诉他们说你有一个要回国的计划，然后日期是从哪一个月到哪一年的哪一个月，就是给他们告知你在这段时间是不需要有一个 coverage。对，回来的时候再打电话给他们说我回来了。对，是的。然后你回来之后再联系他们说，我已经回来了，我需要重新得到这个保障。我就是回国了1年多，我没有停掉 MSP，后来等我再回来的时候，就有1000多块钱，将近2000块钱的一个账单。我当时问了好多人，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是可以申诉的，所以我就交了。对，我之前都不知道，因为你问同学朋友，好像也没什么人清楚这件事情。上学那个时候，我中间还要提一下，很多新的留学生在到了学校会立马申请这个 MSP， 但是呢 MSP 申请它是有一个3个月的一个 waiting period， 也就是说在你申请到拿到 MSP 中间这3个月，它是没有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的。所以说这个时候我是建议大家去买一份旅游保险，去把中间的这一段时间也把它保护住。还有一些是关于说很多留学生他未成年就来到了加拿大读书，那爸爸或者妈妈有一方会作为一个陪读的这样的角色来到加拿大，那留学生是可以申请到 MSP 的一个保障的，但是很多留学生的妈妈，就是我们常说的陪读妈妈，她是一个旅游者的身份，她是没有办法得到政府的这样子的一个福利的。所以说留学生的陪读妈妈的话，我们是建议会有一个留学生陪读妈妈的
专门的一个旅游保险，它起到的作用其实跟 MSP 是一样的一个道理，只不过呢，它是专门针对旅游者身份的。也是建议大家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咨询一下这样方面的事情。之前我姥姥过来待了几个月，是到了之后我才帮她买的保险，然后听好多人说就是得在到之前就把它买好。对，因为旅游保险呢，它是有一个 waiting period， 如果你已经登录了，再去做一个旅游保险的话，那它就是会在生效之后的2天48小时，它是一个 waiting period，所以一定要在到达之前提前至少48小时买好你的医疗保险。对，哎，那这个 MSP 这个 waiting period， 我可以提前去申请这个 MSP 吗？不行，一般性 MSP 的话都是要你入境之后，学校会帮你去申请，就是在 orientation 的那一天。对，基本上都是那个时候，对。所以 MSP 是肯定会有3个月的 waiting period。对，是的。刚才我们提到了给陪读妈妈买旅游保险，那么在旅游保险方面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呢？我们在加拿大这边境内买的一个旅游保险，它是可以保障，如果说你去美国玩几天的话，只要去美国的天数不超过你在加拿大境内待的天数，它在美国发生的任何医疗相关的情况，它也是可以包含在里面的。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吧。下面我们就请 Piper 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房屋保险的种类。那住房保险的话，一般性是分2类，一方面呢，屋主自己要给自己的房子做一个保障 ，house insurance， 这个的话主要包的就是你房子本身，就比如说地震海啸或者说各方面就是意外，让你的房子比如说塌了，或者说有一些损伤之类的。那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租客保险，租客保险的话就是我们留学生在租住人家房东的房子的时候，它涉及到一个，如果说发生了入室盗窃的话，你的财物丢失，你所做的这个租客保险会有一个额度的一个赔偿的。如果你租房租在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段，比如像downtown，但是旁边又是一些比较杂的一些地段，还是建议你们买一个租客保险。因为人家都被盗过。当时我真的好生气，就是回来后发现就家的门锁就被捅掉了，全部就坏掉了。对，而且这边真的没有什么防盗锁。真的好奇怪啊！像国内每一家都是对是，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木头门，就一个锁拧一下，纯靠自觉纯靠自觉。所以如果你们住在比较危险的地段，如果你真的家里有好几10万的包包的话，你更需要这个保险。如果说您的房子是自住，但是呢，你楼下租给别人的话，是需要申报2个 family， 因为如果你只是包单独自己家的话，如果说你的租客因为什么情况导致火灾的话，那保险公司它是不给予理赔的，因为你在申报的时候你没有如实申报，所以说需要大家在做这样子一个保险的时候，也要把自己的个人情况、家庭情况都要做一个如实的告知，这样才能让保险公司做一个合理的估算。接下来我们说到如果你刚出国的话，你就想拥有自己一辆车，会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，但是你的车也需要保险。车的话，这边都有什么保险可以选呢？车保险的话，在加拿大是一个垄断的行业，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ICBC 了。它的种类没有分很多种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基础险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再加不同的附加的条款加进去，找到一个比较适合你车况的一个保险。这个的话，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 ICBC 的一些保险代理，他们都比较了解这方面。但是呢，一定要把你自己个人的情况，你的车是买的呀，是租的呀，是二手的呀，你是不是经常开这个车等等这种情况，你一定要跟保险经纪有一个详细的沟通，然后呢，把你的需求跟诉求要告诉他们。所以这些都是会影响最后你的保险的价格。对，是的，而且 ICBC 现在不是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吗？如果你的汽车是有一个 ABS， 就是一个紧急制动刹车这样子一个功能的话，是会有一个10% 的一个折扣。
还有一个折扣的话，就是如果你每年行车的公里数是在低于5000公里的，就会有一个额外的10% 的一个折扣。我们会通常建议说，你在续保险的那一天，你可以把你的公里数用手机拍下来，那这样子在你第2年去续保险的时候，如果是5000公里以内，那你当年的保险就是可以有一个这样子的折扣了。对。而且额外提一点，就是如果你搬家的话，一定要再去重新跟你的保险经纪说，因为 ICBC 把整个大湾地区划成了15个不同的区域，每个区域的价钱还不一样，有的地方就会便宜一些，有的地方就会贵一些，所以如果你搬家也一定记得去对你的保险进行调整。还有一个就是，像你之前提到，如果说我中间回去几个月，或者说更可能长达1年的话，那我的车是不是还要继续购买保险？其实是不需要的，但是呢，你需要购买一个 storage insurance， 你要把原来在车子上的那个牌照取下来还给 ICBC。对，然后呢，他们会给你重新出一张保单，这个保单呢只会包含一些基本的一个，你停在那儿，如果说被别人倒车的时候撞了，或者说被砸了玻璃啊，这一方面的损失是可以包含在里面的。它的花费其实非常少，我记得我上一次回了3个月，大概也就花了40多刀吧。不，3个月。哦，40多到3个月。对，而且 ICBC 它是按天算的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，没差几天，其实那个几天可能也是蛮要紧的一个数目。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们还有其他有关保险的问题，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们。如果喜欢我们视频和频道的话，欢迎给我们点赞、订阅。你说个分享。分享。拜拜。